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一棵原生种皇室路德蝴蝶兰，它有5只花梗，5只花梗开完花之后都分别长出了一个高芽。但是看一下这一棵蝴蝶兰，整一棵的叶子慢慢的都发黄了。它本身的植株也不大，还养着5个孩子。从这几片黄掉的叶子来看，它不是因为腐烂而黄的，是因为营养不够。做母亲非常的伟大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都是为了养活这5个孩子。母株已经黄掉了，再也没有营养供给这些高芽。今天呢，就赶快把这些高芽摘掉，免得会影响这些高芽的生长。这是一棵原生种的蝴蝶兰，它长得非常的慢。这些高芽前后应该有1年多了，还好它们的根都长得比较长，也是时候把它们剪下来分开种植了。剪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就直接的在花梗上剪一刀。由于这些高芽是长在末端的，它不是长在花梗旁边，只能这样剪了。通常我们说蝴蝶兰的高芽必须等到它长出2条根，每一条根的长度最少是2-3寸长，才可以把它剪出来。这一棵也是长在末端，也只能是直接的剪掉了。这2条根的长度还算可以，只是它只长了2片叶子。这一棵呢就不一样了，它是长在花梗的侧面。这一棵不需要剪，应该很容易会把它掰下来的。左右拧一下，应该很容易就下来了。非常的容易。这一棵长得还比较好，3片叶子，2条长长的根，还有2条短一点的根。这2棵都是长在末端的，还是要剪的。这一棵的根也还是比较长，也比较健康。剩下的这一棵呢，看上去只有1条根。还好它长了几片叶子，剩下还有一个侧芽在这棵蝴蝶兰的旁边，希望对它没有什么影响吧。原来的植株应该是没有办法拯救了，它会慢慢的黄掉，然后会枯死。刚剪下来的这几棵新苗，由于它们一直都是长在空气里，加上刚刚剪掉也有伤痕，我不会马上用植料把它种植起来。现在我把它们放到这个杯子里，让它的伤口慢慢的愈合，过几天才用植料把它种植起来吧。路德蝴蝶兰在蝴蝶兰的系列当中，应该是比较难种植的一棵蝴蝶兰之一。加上这些小苗非常的小，我还是要小心为妙。
把它们摆放好之后，我会给它们喷一点水。这些根一直都是裸露在空气里，所以呢，我会慢慢的给它适应这种湿度。这样大概就可以了。我会放几天，然后呢，才用植料把它种植起来。把它们放在光线比较充足的地方。几天过去了，今天准备把它们用植料种植起来。看一下这些根，已经非常的饱满，绿油油的。今天用的杯子还是用这种杯子，底下面是没有打洞的，下面1/3的地方打了几个洞。用的植料还是最近喜欢用的植料，有树皮、小石头、木炭、鹿藻土、珍珠岩和火山岩。所有的比例大概是1:1吧，也不是很精准。路德蝴蝶兰跟其他的原生种蝴蝶兰一样，不喜欢太湿的生长环境，所以呢，今天就用这些颗粒的植料来种植。平常种植这么小的幼苗，我一般都是用水苔种植。今天还是做一个比较大胆的尝试，用这些颗粒来种植这些小苗，希望它们也能健康的生长。种植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，只要轻轻的把这些植料倒进去，能把小苗固定好也就可以了。大概就这个样子，用的植料也不需要很多。由于它的根已经非常湿了，所以呢，我种植好之后也不需要马上给它浇水。大概1个星期之后呢，我再给它浇水。我会把它们搬回室内，放到光线比较充足的地方，希望它们都能健健康康的生长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拜拜。